阳光穿过竹林，里面不会感觉很阴森，反而觉得很悠闲。比起迷路，其实我现在更害怕的是碰到熊。在来之前呢，我看了一下 Google Maps，评论都是本地人给的，就是这边不会有外国人来参观。这个松花堂怀石料理便当应该是今天最大的惊喜了。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京都市区内的景点我几乎都走遍了，今天打算前往南边的石清水八幡宫，探索一下周围的小众景点。原本很期待，除了千年国宝古迹，还能看见许多印象深刻的美景。探索的过程中，却在路上遇到了未知的恐惧，还有期待落空的失望。在一旁的餐厅，却又吃到了非常难忘的怀石便当。想知道这段让我一直在转变心境的旅程，有哪些奇特的小故事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！从京都市区坐阪急电车京阪本线，大约30-40分钟就会到石清水八幡宫站。车站旁边就是上山的缆车站，穿过红叶林和隧道，只要3分钟就会到山上的展望台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，可以看看整个京都。附近就是贵川、宇治川和木津川三川交汇的景色。大家还记得去年我去过一个地方，那里也看得到这个景色哦。忘记的朋友，欢迎看看右上角的影片连结。对，是蓝山跟爱宕山，远方是比瑞山，山头都已经有积雪了。这里是贝歌堤，也就是赏樱的好地方。走向石清水八幡宫的路上，会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。其实这里和发明家爱迪生有很深的渊源哦。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阶段，反复测试不同材质以延长灯丝的燃烧时间。最后，他使用了石清水八幡宫的竹子，制作可以持续点亮1000小时的灯泡。石清水八幡宫是国宝，那来这边要看的呢，就是它的建筑。本宫的建筑呢，跟之前去稻后温泉的伊佐尔波神社一样，它是叫八幡造，所以等一下去看一下建筑。石清水八幡宫是日本3大八幡宫之一，供奉镇守国家的守护神，创建于西元860年。中间经过织田信长修复社殿，丰田秀吉重建回廊，到德川家光延伸社殿为10栋建筑，全都被指定为国宝。八幡宫和武士有深刻的渊源，
建立镰仓幕府的源氏一族，甚至将其视为家族的守护神。在镰仓也建造了一间八幡宫。本殿有种安定人心的力量，朱红色和金色交织的结构，加上栩栩如生的彩绘木雕横梁，是典型的八幡照华丽风格。沿着本殿走一圈，古老的气氛加上清幽的环境，时间在这里停下了脚步，仿佛回到1000年前的光景。参拜完石清水八幡宫之后，我看着旁边的地图，计划接下来的行程。殊不知，就是这个动作，将开启我云霄飞车心情的一天。从石清水八幡宫要走这一条小路，穿越很密集的竹林，然后再去探访附近几个小众景点。这是一片原始森林，比起迷路，其实我现在更害怕的是碰到熊。旅行对我来说，比较像是探寻未知的小冒险。虽然这种探寻未知的小冒险有可能会迷路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乐趣。看到平地了，其实这段路不算很长。地图上说是700公尺。沿着马路走一下，就会到善法律寺。这里是奈良唐招提寺的分寺。善法律寺因为境内有100棵枫树，而有红叶寺的别称。不过12月中，红叶几乎都没了，只留下孤独的古迹建筑。善法律寺建于镰仓时代，目前的主殿则是江户时代早期的建筑，供奉八幡大菩萨，能祈求辟邪并带来好运。这门是江户时代留下的古迹，保存了从建造至今的原貌，是京都府指定文化财。善法律寺并不大，不到10分钟就走完了。虽然紧邻马路，却能过滤车流声，只留下清幽的层次与美丽。刚刚看石清水八幡宫的地图，附近有个名胜庭园，是我下一个目的地。路上会经过另一个小寺院正法寺。这条路算大，但车流量非常的大，所以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要很小心。正法寺并不是一间常年开放的寺院，一年之中只有特定几天会开放。有800多年的历史，室町时代曾是后奈良天皇的御室，后来成为德川家康妃子的家室。寺院由7座建筑组成，皆为京都府文化财，基本保留了创建时的原貌。不过很可惜，只能站在围墙外看一眼，无缘进去好好感受古老宁静的气氛。我接下来要来的地方叫做松花堂庭园。其实我原本都不晓得有这个地方，但是刚才在石清水八幡宫的地图上面，然后有看到这个地方，它写名胜庭园。那本着名胜2个字，我就想说应该要来看一下。但来之前呢，我又看了一下 Google Map 上面的评论，评论是非常的普通，而且这些评论都是本地人给的。
但它中间有写一个点，就是这边不会有外国人来参观。顺着这个特点吧，那我觉得来都来了，那就进来看一下吧。我本来以为这里没有外国人，所以可能没有中文的册子介绍，就竟然还有繁体中文的。松花堂其实和石清水八幡宫有很深的渊源，僧侣松花堂昭成在这里隐居，并修建草庵松花堂。江户时代修建的庭园，面积约2万平方公尺，分成内园和外园。内园的松花堂和书院庭园在2014年被指定为国家名胜。外园有3间茶室，整个园区有40多种竹子、300株山茶花，还有梅花、樱花和枫叶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。穿过竹林会先走到梅影，重现了千中蛋喜爱的4叠半茶室。时间在这里好像被冻结了一样，慢慢地穿越在建筑之间，感受古典的品味。这里还有个水琴窟，是我在游览庭园里最喜欢遇到的装置。据说没有2个水琴窟能有相同的音色，甚至同一个水琴窟也会因为一天之中的温度变化而产生音色的差异。松影有2个房间，小房间闲云轩重现了明造庭师小窟远州的优雅美学风格。竹影是一间4叠半的茶室，特色是室内琵琶状的壁龛。竹影前的空间比较大，感觉比梅影和松影更明亮。其实这里的面积没有比较大，却因为光线而成为视线的焦点。因为正在修复的关系，内园没有开放参观，无缘欣赏到名胜的草庵松花堂和书院庭园。走了一圈，差不多参观完了。老实说，的确跟评论说的一样，有点让人失望。那失望的点有2个，第一个是这边最主要、最有名的内庭，现在因为地震跟台风，所以正在整修中，看不到。第2个是这边有名的，就是刚才看到了几个茶室，松竹梅影。那这几个茶室呢，就只能在外面看，都没有办法在内部感受茶室的优雅。我有点被石清水八幡宫那边的地图误导了，那个地图简化了各个景点之间的地理位置，有种感觉很近的错觉，其实实际距离有点远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地方如果要从石清水八幡宫走那么久过来的话，的确是不太建议。整个庭园维护的品质不会算太差，但就以交通的时间成本来说，走那么远，然后这里面还有那么多是没有办法欣赏到的细节，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惜。随性的旅行有时候就是会遇到期望的落差，不一定是这个景点不好，但就是在不完美的时间相遇，无缘看到它完美的一面。正当我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却注意到旁边写着吉兆的招牌，这在京都可是鼎鼎大名的怀石料理餐厅。本来以为只是同名，结果走近一看，就是那家名店的分店。
在京都一定要预约才进得去的吉兆，却有机会能直接进去享用高级的料理。为了一边欣赏庭园，一边享用美食，室内都有朝向庭园设置的座位。这里提供的松花堂便当，是在田字形的木箱中装成精致的食材。打开木盖，忍不住哇了一声，表示我的赞美。虽然不像传统怀石料理以一道一道分别上菜的方式呈现，田字形的木箱浓缩了怀石的精华，却不减美味的讲究。同样有开胃的鲜腹、生鱼片、炖菜和炸物，加上融合了当季食材的汤品，白饭叠加美食，每吃一口都好想像炼狱大哥一样，对着店里大喊无卖。松花堂便当的灵感是来自松花堂早晨使用过的4格漆器盒子。吉兆的创始人参加茶道活动时，看到堆放的盒子，便以此为灵感，设计出了便当盒，成为今天既优雅又豪华的餐点。我后来才知道，这家店和其他吉兆一样，要预约才能用餐。我是特别幸运，才遇到临时去也能用餐的情形。这个好运亦少了刚刚在松花堂庭园的小小失落。本来失望的名胜庭园之旅，却因为无意发现的一顿午餐，心情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，从低谷飞到外太空。往石清水八幡宫车站的方向走，会经过今天最后一个小景点——金属鸟居和希腊式建筑的超独特外观。这里是飞行神社。飞行神社于1915年由二宫中八创立，他是比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还要早的飞机设计师。神社主要保佑飞行平安，很多航空从业人员和报考空服员的人都会来这里参拜。里面有一间飞行博物馆，强烈推荐飞机迷要进去参观一下。里面有各种年代、各个机型的飞机模型。我在里面待了非常久，虽然不能拍摄，但足以让我平复了刚刚在庭园里的失落。即使在熟悉的京都，每天的出游对我来说都是一场小冒险。有时会不小心迷路，有时会自己吓自己，有时会遇到失望的时刻，有时会在最安稳的情形中出现不可掌控的意外。不管结果是惊喜还是惊吓，都是旅行的乐趣。把一天的心情画成一条曲线，如果这条曲线一直往斜上方画，那当然是最好的情形。如果这条曲线一开始是往下画，那试试改变看风景的视角，珍惜身边的小确幸，是不是就有机会改变这条曲线的方向，变成微笑的形状了呢？你在旅行的时候有出现过失望的情绪吗？你都怎么面对旅程中和自己期望不符合的落差感呢？留言告诉我旅程中让自己心情变好的小技巧，让我们一起沉溺在旅行的浪漫心态中，探索未知世界的惊喜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